大家好，我是 K 的美颜。今天我们来讲一下什么是社会工程。首先，我们分4个点去介绍整个社会工程的一些内容。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概念是，嗯、从宏观的层面上说，社会工程其实是一种心理学相关的一种动作，被认为是社会工程学。然后，主要就是研究社会科学和心理学以及市场营销方面。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可能还是去，通过一些数据搜索，然后和分析去寻找某些人的一些个人信息，然后盗取之后，后面可以去通过这种欺诈的方式去，骗到一部分资金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加密货币什么的。当然也有可能是黑客直接使用的一种手段吧。反正就是如果生活中不常去注意到资产安全的话，或者是去一直泄露自己的信息出去，都有可能会被人给社会工程，就是通过网上的一些数据，然后去索引和分析出这个人的一些行为什么的。主要还是利用人类心理学的一些弱点，然后利用他们的这种贪婪、好奇、恐惧的这种心理去，诈骗他们的一些资产。最常见的就是，网络钓鱼，就是通过邮件这种方式，或者是一些在线的商店，然后网站的欺诈。当然，也有一种是诈骗，就是通过受害者的一个贪婪的心理去提供一些免费的网站呀、文件呀、书籍呀，或者是撸毛的这种。之前是有很多人都通过撸毛导致自己的资产直接就没了，所以这块儿也是需要我们去做一些防护。就比如在欺诈方面的话，我们要去加强，就是不去下载一些垃圾的软件，或者是之前我们也有说过，就是你如果去下载软件，通过正规的网站，然后检查这些开发者的信息，还有下载的次数，其实有时候也能体现出这个软件的一个质量。然后最保障的就是去开启这种多次的一个认证，就比如提现和转账或者是交易的时候，都可以去增加密码，就是2次的防护。还有一些人是伪造这种加密货币的一些应用程序，然后他们通过这种伪造的程序向你生成一份公钥，然后如果你去存入资金，那你没有私钥的话，这些钱就没办法取走。还有就是攻击一些应用程序，就比如别人可以去把原本已经存在的 APP 或者是一些网站比较信誉良好的一些内容站，然后他会做这种伪装，去让你去呃访问，然后同时通过这种木马去盗取你的内容。上次我记得有个人就说，好像在北美那边有人用充电宝去盗取加密货币，因为在充电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能会读取数据的。他们是在这个充电的基础上加了一层程序，然后就盗取你的资金和我手机上的一些信息。然后还有就是SM 卡的一个交换欺诈，因为有些时候就是社会工程，它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到了你的电话，然后通过骗取一个新的 SIM 卡，因为他拿到了你的身份，就比如身份证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信息，它是可以直接通过这种运营商再重新去搞一张新的卡出来。然后同时，如果你长时间没有去联系这些运营商的话，有可能就会失去你的号码的一个权限。那别人可以通过这种认证的方式就能提走你的加密货币，或者是直接从你的钱包里面去把钱给盗走。所以这时候我们是需要尽可能的避免一些在社交媒体上去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还有手机号、邮箱这些东西。还有就是保护自己的一些手机运营商的账号，如果发现丢失，就应该及时的去挂失。然后最安全的当然还是要开启这种2次验证。还有就是一个 WiFi 的问题，如果我们去使用一些公共的 WiFi，有可能会去别人
作为一个切入点去盗取数据，还有就是，可以去对你的设备进行一个访问权。这时候其实我们会去，丢失一部分数据，然后如果被一些人给拿走的话，这也是社工的一种手段，就是通过局域网和 WiFi 去窃取数据。所以很多方方面面都是通过我们这个生活之中看到的一些攻击的方式，就基本上都是，呃，就比如你观察，就是想去占点便宜啊，或者是去用一些免费的东西，那有可能就会陷入到一种被骗走数据的一种可能性。所以社工和加密货币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联系的，因为贪婪是整个社工里边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性质，就是交易者和投资者就特别容易受到这种网络钓鱼和庞氏骗局，或者是合约骗局，对吧？那如果像冲土狗，其实你冲进去之后，可能就是直接就接盘了。那还有就是别人用那种嗯合约 rug，然后欺诈你的一个资产，就直接去，相当于你只要进去，然后你的钱付了就是就回不来了。这时候我们就会造成不可逆的一个损失，所以我们应该如何去防止这种方式，或者是避免呢？那应该去呃就是让自己的一些网站呀、或者是一些邮件啊，都不要瞎点，就是装一些正规的软件，通过网站或者是官方的一些渠道，还有就是不要去占小便宜和贪婪这块，其实是最重要的。就因为他其实还是一直在找这些，就是想去占这种便宜的人，然后或者是你哪怕付出0.001，然后最后告诉你给你返还0.1，对吧？反正我记得推特上好像很多人去发这种信息，还有 Discord 上面也有很多，也有通过邮件和信息去发送的。所以避免身份信息泄露是避免社会工程或者是诈骗最好的方式之一。嗯，那我们今天就说这么多。